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亚汉堡。今天带的是瑞克莫蒂主创团队制作另一部佳作《外星人演难民》的第一季第3集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今天魔道来客串。回头看看格子间，一堆小人儿闹翻天。由于第3集的内容紧接着第1季末尾，小粉和小哭的小人儿格子间，所以这次我们顺势来看看大世界与小世界里分别发生的故事。本集有2条故事线，为了观众老爷方便围观，我们依次理清，以防套娃。那么请大家带上点赞的票，拿好关注的包，尽情享受沿途评论区的风景。感谢乘坐草泥尼号狂飙小黄车，祝您观看愉快。修飞船一直是库弗心头的刺，修不好飞船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进入飞船更年期的库弗，撞上啥心都不操的枕边人泰瑞，以及2个擅长火上浇油的崽子，做男人还真是累啊！库弗本来打算举办个蛋挞派对，增进家庭温情，没想到3人一声不吭就要出门。你们要去哪？去同学家开派对，听说今晚会有魔术表演。我的炫酷魔术师名册上将会出现第1个签名。看见花痴般的小粉，作为家长的库弗决定重新树立孩子的价值观，是时候揭开魔术背后的骗局了。于是库弗决定和他们一同前往。4人很快到达了派对现场，易怒是更年期人必备的日常，慢点。嗨，心情好多了。此时魔术已经开始了，看着台上装模作样的魔术师，库弗严重表示不屑。假拇指、泡沫球藏胳肢窝，嘴里塞满旗子，这他妈也太傻了！谁上都行，我上我也行，我上也行。于是从派对回来后，库弗立即决定给孩子们露一手。他出色的表演深得孩子们的认可，可往往太过容易得到的赞许，让人的内心荡不起任何涟漪。所以库弗对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，成为世界顶尖的魔术师，让世人都为他尖叫。随即他来到了实验室，即刻开始着手魔术领域。他传呼出全知球，毕竟转行转得太急，还是不太上得了台面。尽管是会那么1-2手，可要做就得做最牛逼的，还是得请高人指点1-2。全知球即刻为他搜出了几位世界级的魔术大师，可似乎这些人都有点走火入魔。能不能来点普通的？行吧，就给你找些简单的又容易上手的，做3文鱼嘛。计算机降低这货25%的不耐烦情绪，挑3拣4后，库弗终于找到了满意的师傅。师傅很快对他进行了摸底考试，库弗使出浑身解数，可仍旧跳不出及格圈。老师表示，你这就是照葫芦画瓢，完全没有一点自己的风格。因为这是我的第1次，我有点紧张，如果再给我1次机会，你就是个没天赋的倒霉蛋。你才倒霉蛋，你全家都倒霉。深受打击的库弗决定放弃魔术生涯，他愤懑地将那些魔术道具骂骂咧咧扔进垃圾桶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幕被2个路过的年轻人录制了下来，随即发了个抖音，哪想一夜之间点击量竟然破了100万，库弗迅速窜红。至此，库弗以不可思议的烧伤垃圾人称号走进了公众视野，歪打正着地走上他梦寐以求的魔幻生涯。随着知名度不断提高，库弗终于走上了拉斯维加斯的表演台。这一次，他将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自杀式表演，跃入黑洞，重力会将他的原子结构撕成碎片。这一次，他还能不能活着回来，成了观众们最大的看点。但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，眼红的人很快就找上了门。看架势，明显就是来踢馆的。他们表示库弗走了他们的路，所以逼得他们无路可走。特莱建议库弗不要继续执迷不悟，可正处于事业巅峰的库弗显然对这次上门的善意提醒毫不在意，这逼得这些同行人士不得不对他起了杀心，那就让这次表演成为他的告别秀。没想到这一阴谋被本来想要追出来要签名的小粉听了去。很快到了表演当天，大家好，我是不可思议的烧伤垃圾人，请睁大你们的双眼，我即将穿越这个黑洞。这项魔术非常危险，哪怕只有1毫米的偏差，我也会死亡或者是瘫痪。大家祝我成功。来，让我们证实一下是不是那么玄乎。接受完表演前采访，库弗来到后台化妆。这时泰瑞带着孩子们冲了进来，将这场表演幕后的阴谋告诉了库弗。奈何库弗油盐不进，认为他们就是嫉妒心太强，随即让保安将他们拖了出去。被赶出来的3人决定从侧面出击，既然库弗说不听，那就只有去阻止那些要害他的人了。表演如期而至，压轴大戏万众瞩目。与此同时，泰瑞已经找到了杀手们，可面对敌方强大的装备，泰瑞选择做了个怂鸡。好在教子有方，育儿有道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小库闪现割喉。你干了什么？我忘记了，你是个未成年人，所以没关系。谈话间，表演已经开始，库弗纵身一跃，可能心理压力有点大，角度没选好，跳偏了。库弗当场经脉爆裂而亡。逝者已逝，活着的人还是要节哀顺变。一家人为他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天葬。念完追悼词，泰瑞亲自放出了神圣的秃鹫。你们只抓到了1只吗？是啊，因为太难抓了。突然有一天，那个时常在眼前晃的人，连声再见都没有来得及说，就匆匆赶往下一世。那些平凡而又温情的瞬间，才会突然显得弥足珍贵。逝者已矣，活着的人还得向前。往后的日子1分为2，一半是我的，一半留给你。就在大家决定完成库弗生时的愿望，修飞船时，库弗突然从后院跳了出来。
一家人齐拥而上，高声欢呼。可库弗却迫不及待地开始分享起了他的重生之法。在他抛家弃子，独自前往拉斯维加斯后，他偶然间看了那部名叫《惊天魔盗团》的电影，情节实属感人，而他也突然明白了家的意义，所以他雇佣了一些18线的魔术师来参与这个假装自杀的魔术。那你是怎么装死的呢？库弗解释道。接着我又看了《惊天魔盗团2》，在这之后我又读了《致命魔术》这本小说，所以我想到了克隆人这个方法，所以死的只是个克隆人而已。没想到这竟然骗过了所有的人，没死人真是皆大欢喜。好了，我们来继续说说修飞船的问题。以上就是第一条故事线内容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故事线。小粉正在给格子间里的小人儿们投食，越来越多被抓的小人在格子间中竟然形成了一个社会体系。眼下小库又将送进去一名新人，这位红发妹子因为在小库的日料里加了小库会过敏的虾而被捕，为了保障自己吃日料时的生命安全，小库毅然将她扔进了格子间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刚被抓进的红发妹就遇到了几个流氓，显然寡不敌众。就在这群饥渴男人准备对她进行嘿嘿时，一位干瘪的小青年路见不平拔枪相助。英雄救美结局往往都是以身相许，奈何青年长得实在有点感人，所以还是先从好朋友做起吧。红发妹初来乍到，小青年决定大家先熟悉一下环境，这就是个玻璃繁育箱，也可以说是外星小孩建造的监狱。再简单点来说，就是个小型社会，统治者就是这个爵爷吧，没错。然后杰西就是那个外星女孩，会给我们糖果和小礼物，爵爷把物资囤积起来，然后再分发，他就是这样一手遮天的。随后小青年又带红发妹来到了集市，他告诉红发妹，这里可以用你在变小之前遗留在口袋里的稀奇东西进行物交换，比如你的红头发就很特别，可以换点巧克力豆。随后小青年又带红发妹来到了小黑家，小黑家庭条件非常不好，他有一个患了糖尿病的父亲，他急需胰岛素。原来小青年蹲在坠落口的原因就是这个，他们希望在新来的人身上碰碰运气，可谁没事会带着胰岛素在身上啊？大多都是一些唇膏和口香糖，这里最不缺的就是糖类食品，因为小粉只会扔一些巧克力豆进来。救父心切的小黑也豁出去了，他决定冒死找爵爷，看能不能搞到一些胰岛素。可小青年表示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要先去找爵爷。于是他们来到了鲍尼恩教堂，打算在善良的修女这里碰碰运气。鲍尼恩始于社会行驶初期，专为饲养者小粉所设，这里聚集着祈求小粉赐予他们丰富食物的底层人民。说话间，三人来到了修女的内阁，可修女却表示他们的确有胰岛素，但只够自己人用，既然好好说不行。小黑决定黑吃黑，奈何身板不如人，所以不得不另想他法。而就在他们将要离开之际，三人就像中了彩票似的，被人白送了一块牛肉干。在这里，蛋白质就好比黄金，这个应该够和爵爷做交换了吧？小黑立即表示行不通，但似乎他另有打算。随即小黑带着牛肉干来到了集市，他打算拿这块牛肉换刀疤男的小黄书，奈何刀疤男在食物和精神面前终还是选择了后者。既然注定要来一次黑吃黑，那就让他来得更果断些吧。抢了刀疤男的小黄书，必然免不了亡命天涯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红发妹果断出手，黑帮颜面瞬间垮塌，底层人民站起来了。冲过层层阻碍，三人总算来到了爵爷的地盘。看了面相还算讲理的爵爷，小黑即刻表明了来意，并拿出了交换的小黄书。没想到果然人如面相，爵爷非常爽快的答应了。可没想到这只是巴掌前的一颗糖，他们在外面干的那些扰乱社会的破事，爵爷尽收眼底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统治者的眼皮底下更是容不得沙，总有一个人要做杀鸡儆猴中的鸡，要不然他怎么能稳住这个王？小黑随即被就地正法，小青年和红发妹也被赶了出去。好在爵爷说话算话，给了小青年和红发妹胰岛素。可对于小黑父亲来讲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余生还有什么意思呢？面对如此结局，青年心中悲愤交加，他发誓要改变这里，可一人之力如何改变世界？那就毁灭。库弗看到了台上的光环，却没看到台下的悲欢离合。聚光灯虽然耀眼，却不温暖。追门人大都风尘仆仆，顶尖背后尽是孤独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那些皇冠大都是绊脚的锁链。世人的唏嘘声很短暂，风头的背后除了记恨，还有深渊。掉下去的人也许会掀起一阵波澜，可那些从刚开始就列好的标价清单，从来就没有打折券。摸爬滚打的匍匐了一圈，回头再看时，那些轰轰烈烈还不如一顿家常便饭。而世人皆戏子，倒也不存在谁被谁玩弄于股掌间。小库和小粉玩弄着格子世界，爵爷玩弄着底层人民，修女玩弄着信徒。可谁又知道小粉和小库的世界又是谁在玩弄呢？生存这堂课及格太难，谁不是提心吊胆等着明天？那些束手无策卑微到泥土里的悲哀，没有感同身受过的人大可一笑而谈。偏偏乱世出英雄，那些没有死在泥土里的人，终有一天迎着阳光等来明媚的艳阳天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